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说buffet的话呢，就是会排很长龙，是因为太多的食物。大家好，我是 Ellie， 你们的婚礼策划师，欢迎大家回到 Ellie Channel 的分享视频。那么，如果说现在的新人呢，想要选择主题婚礼场地结婚的话呢，他们在食物上呢是有5种方式去招待他们的客人的，是哪5种呢？那首先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 buffet style， 我们的自由式。那第2种呢，就是我们的 individual stall， 就是一个一个档口可以做这个 live cooking 现场煮炒哦。然后第3种呢，就是4个人1份的这一个 sharing platter， 就是所有人呢是不需要去走过去拿食物的，直接坐在椅子上呢，就会把所有的食物呢搬到去桌子上给你的来宾了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Western serving， 还有 Chinese serving 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 3 course、4 course、5 course 这样子的。那还有最后一种呢，就是我们的华人传统，一般呢我们都会把食物呢放到去桌子的中间去 serve 我们的来宾的。那一种呢，我们叫做 Chinese banquet serving。那有没有人想过呢？想要以这个 buffet style 的形式呢，去招待你的客人的呢？那如果说婚礼上呢，我们以这个 buffet style 的形式招待我们的客人，会不会场面很混乱呢？这个呢，也是时常呢，新人们都会问我的，说我要在婚礼上呢，以 buffet style 来招待我的来宾，但是呢，会不会看到很混乱？又或者是很乱的一个画面呢？其实呢，只要你安排好呢，你的来宾呢在哪里开始呢去拿食物，然后呢再加上呢你的 buffet style 呢，可能有一些呢就是individual store 的这个 serving 呢，就是 live cooking 呢，那么他们想拿什么食物呢，可以直接过去。再加上 buffet style 呢，你不一定呢只是一排这么长的那个 buffet style， 你可以把它分为呢，就是一个一个档口，或者是一个一个的不同的buffet 的桌子去 serve 你的来宾。那么他们跟着那个次序去拿食物的话呢，其实是不会乱的，而且你要有一些空间给他们，再加上呢，他们可以在那个他们想要拿什么食物的话呢，就直接依照他们想要拿的食物呢去拿，然后呢再回到原位的，其实是一点都不会乱哦。那么呢，你还可以安排呢，就是在 buffet 那里呢，每一样的食物呢，都有招待人员呢去招待你的来宾的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们也不会在那个食物那边呢停留的太久的时间，去选择他们要什么食物。那么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说 buffet 的话呢，就是会排很长龙，是因为太多的食物，客人不懂要怎么样去选择，来宾觉得我可以吃这个，我可以吃那个，所以停留的时间太长了。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，你可以做的呢，就是比较年长的长辈呢，他们可以先去选择他们想要的食物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到长辈们，然后呢，家长们，还有呢，就是年轻人的。那如果说你依照这样子的方式去做的话呢，而且你可以减少呢那一个就是排很长龙或者是很乱的这个画面了。那么说到 buffet 的好处呢，就是多样化、多选择，你想吃什么就能够拿什么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婚礼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吃到婚礼结束为止。开玩笑，那其实呢，大家还可以加上呢，比如说一些 cheese bar、coffee bar， 或者是一些 dessert 甜品等等 ice cream bar 在婚礼上的。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呢对这个如何以更好的方法，以buffet style的形式去招待你的客人呢，有多一点的概念。如果大家呢觉得我这个分享呢帮助到大家的话呢，记得请帮我 share and like， 还有呢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我会在下一个影片呢跟大家呢去讲一下，到底buffet style
individual serving Chinese banquet serving 到底在市面上的价格是多少呢？记得守候我下一个影片哦。再见，拜拜。